嗨，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今天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冬天的时候会怎么保养，就是一些基本款。因为换季了，你的保养品也要换季，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可能会改变的保养品产品的质地跟一些生活习惯，而不是整套一年四季都用一样的。尤其今年好像会比较冷，耶！然后我有慢慢觉得我的脸没有那么油了，耶！最讨厌脸油腻腻的那种感觉。所以天冷的时候，我会使用一些比较滋润的产品。虽然我夏天是混合偏油，但是我冬天就会变成混合偏干。然后混合偏干的皮肤就是你会觉得脸很舒服，不干也不油。但是其实像我化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这边都会有死皮，有些时候连鼻头都会有，其实就代表我的保湿没有做好。所以不要觉得我的脸不油，感觉摸起来没有很干啊，那就不代表你的皮肤没有问题。那像我自己的话，夏天擦会比较厚重的那些保养品就可以拿出来用了，耶！那晚上的时候，像是我在周年庆买的雅顿黄金胶囊，它的成分有神经酰胺。那神经酰胺它其实是一个脂质类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它有点油。像是这种成分或者是油类的保养品，像我夏天是完全不想用的，因为我就会觉得整个脸被闷住了。但是现在这个天气拿出来使用刚刚好。或者是你也很想要尝试精华油，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时机。像是夏天晚上你喜欢用凝冻的人，凝冻我觉得其实到这么冷的冬天，或是在更冷的冬天其实是不够用的，那你就可以改成乳液或是乳霜。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对你有点太厚重，你还是觉得有种被闷住的感觉，那你就可以分区保养，像是鼻头、鼻翼这边比较油，你不想擦没有关系，那你就是擦你的两颊，还有额头，就是下颚这边，然后脖子。其实你不需要涂更多的保养品，你不需要一层又一层的叠擦，你就是可以把保养品的质地换成比较滋润一点、清爽型的保养品。换成比较厚重的，因为像是有些化妆水、有些精华液，它会出两款清爽型、保湿型的，那你就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换成保湿型的。那如果你觉得可能有些夜间乳霜还是太厚重的话，那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擦日霜。如果你夏天会一周去2次角质，那你就可以改成1周1次，或者是1周半1次。不要那么密集，才不会觉得脸变得很干。那像是我睡觉都会擦护唇膏，我可能不会去换其他的护唇膏，我可能就是睡前擦一层护唇膏，然后再用凡士林把它封住，可以改善干裂的情况。因为真的，我到冬天，我的嘴唇它就是一个周期，就是有1-2天它是好的，然后开始慢慢变干，然后就会脱皮，然后要去死皮。然后再好个1-2天，所以我每次录影之前，我前2天就会好好的、勤奋的保养我的嘴唇，因为像是我喜欢擦雾面唇釉，那我擦上去的话，就会不知道今天看不看得出来，我的嘴这边其实还是有死皮的，我没有硬是把它推掉，因为我不想要流血。有些人也会用一些其他的，像是保鲜膜的厚敷方式啊，你也可以尝试看看。那还有另外一种保养方式，是我有些时候在冬天也会用的，就是厚敷。厚敷可以让你的脸好好吸收那些保湿。就是在晚上我擦完精华之后，像是你可以拿那个 Nivea 的小蓝罐啊，或是理肤宝水的全面修护霜，薄敷或厚敷，我觉得都可以。你可以整脸都涂上白白的一层也没有关系，或者是你觉得相对比较干的地方，
像是我就是这边，然后可能额头两侧这样子，就是在比较容易脱皮的地方就涂一层，嘴唇也可以，然后你就等10到15分钟之后，我可能就是拿干的卸妆巾，或是你想要拿化妆棉，你就是把你厚敷的地方推掉就可以了，不用洗掉，然后就这样子，后续也不需要再擦乳液乳霜，因为它那些就已经是霜了嘛，然后你就只是厚敷，让它更能够进去你的皮肤里面。那这个你也不需要天天使用，1周2、3次，或者是急救啊，你觉得真的非常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就是天变得比较冷，然后你觉得有紧绷感的话，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那至于早上的话，洗脸我还是一样会用冷水或是温水，你可以直接就是这样子泼你的脸，或者是我会把卸妆巾沾湿，轻轻的画圆，把前一晚的保养品的残留给推掉，然后再直接上保养品。这个方式我在之前的卸妆影片有讲过，你们可以去参考看看。在擦完保养品之后呢，如果我有出门的话，我就会再量颊，或者是你的脸隆起的地方，我就会擦一些乳液。我之前有说过，其实我觉得保湿并不是那么必要的，但是我发现抹一点乳或是油的东西，在相对比较干的部位走到外面，就是冷风吹过来的时候，才不会觉得有刀割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有差。如果你的脸直接没有那些油阻隔那些冷空气的话，你就会觉得脸其实这样吹下来很容易红，也很容易痛，就会变得比较敏感。所以你可以拿一些比较油的东西来保护你的皮肤。那至于身体的话，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会买一大罐，然后可以擦1年4季。因为有些时候其实冬天没有那么冷，就是今年真的有比较冷，所以我就会觉得，诶，我那一罐有点不太够力了。但是其实台湾冬天又很短，我不想要再去买另外一个大罐的来擦。那这时候呢，我就会加一些我可能不喜欢用的精华在我的乳液里，像是我之前买一个阿玛尼的什么水变乳的一个神经酰胺的乳液，然后我就非常不喜欢那个质地，现在拿出来配我的身体乳刚好很适合。而且就是这个方法，你可以在你每一次擦乳液的时候，你都加不同的精华液，就是你每一天希望能达到什么效果，那你就拿不同的精华液加你的身体乳。我擦一条腿挤一坨，然后加几滴，或者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保养品，那你就直接整个加进你的身体乳里面，然后把它摇匀，每一天这样擦也可以。因为你除了脸你也要保养，你的身体也是皮肤也需要保养。然后你这罐乳液你就可以摆在旁边，你洗完手的时候就可以擦，手肘啊、膝盖处也特别觉得容易干，那你也可以随时补擦乳液。但其实你光抹乳液还是不够的，你生活习惯也是要有一些改变，像是最基本的就是洗澡绝对不能洗太烫，我也有惨痛的经验。你就是温温的，你在浴室的时候不会冷就可以了，不要洗到很烫，然后整个都是蒸汽，然后觉得哦这样好爽。你洗太烫的水就会把你身体自己会产生的油脂给冲掉了。然后你洗完澡之后，我觉得最明显就是手臂跟小腿，你会看到有点白白的，然后你去抓的时候，它会有屑屑掉下来。这样弯曲你的膝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皮肤很紧绷，要裂开了，那就代表你皮肤那些油脂都被你烫掉了。然后如果你在一天当中你也没流什么汗，那其实晚上我也不会特别用沐浴乳洗我的全身，我就是会洗我有体味的地方，像是腋下啊、胯下、脚，还有些人背会比较容易长痘痘，或者是你会抹护发素的人，护发素可能会在你的背这样子呼来呼去的，那我也会稍微用沐浴乳清洁一下残余的护发素，
然后其他的就是用水冲过去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清洁，再把你那一层油给洗掉。这样子其实没有特别脏，真的。那至于头发的话，我可能就是1到2天会洗一次。如果我有化妆的话，我就会洗头，因为我会觉得我化妆化到这里了，然后我头发这样盖下来，然后这样蹭，我会觉得我的头发也都是蹭到化妆品。如果我不洗头的话，我只洗脸，那这样子我头发盖下来，那这些粉不是继续在我的脸上这样蹭，然后会造成毛孔阻塞，可能会长一些小痘痘。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就会洗头。说到我的头发，我觉得这个温度对我的头发很友善，我的头发今天非常的安分，很顺。刚刚那个痒的部分啊，就是我记得我第1年在欧洲的冬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发生冬季痒这个状况。我的皮肤一直以来都是很不太需要什么乳液，然后我就无意识的在睡前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狂抓，我是狂抓我的小腿，然后我就会这样抓，就觉得啊好爽。然后我隔天去洗澡的时候，我就惨痛，就真的痛到爆。就觉得水冲过去那种刀割的感觉，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冬季痒，我就是把我的皮肤都抓破皮了，因为我的皮肤可以看到它真的是皲裂，然后白白的。然后其实很多台湾人出国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因为你很不适应那个干的气候。我就有爬文，然后看大家都是介绍哪一款乳液，找那个最厚重的来擦。我记得我那时候擦的应该是一个德国的牌子，英文发音是 Eucerin， 它有一个红盖的，而且它在瓶身上面会 light 到 rich， 然后5格，它会告诉你这款乳液的质地是多厚重的，让你就可以去选你自己喜欢的质地。像我那时候我就擦最厚的，或是芬兰有一个药厂叫做 Orion，他们那种质地就是挤出来也是白白的，但它比较难推开，推开的时候有一个阻力，然后也不是很滑顺这样子，哇，延展性很好的。你就是其实挤一点点，擦在你特别容易干的部位，洗完澡用会很舒服，是真的可以舒缓那个干，但是你还是不要洗太烫啦。但如果你可能会有冬季痒，就是可能皮肤有点裂开，他们也有出那种专门湿疹用的乳液，也可以尝试看看。现在台湾好像买得到 Eucerin 这个牌子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年突然变得比较干，觉得皮肤变得非常不稳定的话，那你可以上网找找看这个牌子的乳液。那再来就是冬天还是会有紫外线，所以要记得防晒，或是现在开放啦，很多人都出国，你可能去滑雪，其实滑雪的时候太阳也很大，然后那些雪都会反光那些紫外线，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遮阴处，所以记得也是要擦防晒，然后还要记得多喝水。如果你不喜欢喝水的话，你可以拿温水加蜂蜜。我发现我冬天喝蜂蜜喝得蛮凶的，因为它可以暖身又润喉，又可以养颜美容。或者是你可以泡一些没有咖啡因的花茶，那种喝起来也会有一种甜甜的，然后花香味，然后一杯这样温温的拿在手里也很温暖。像是在国外空气中的湿度太低，有些人会使用加湿器，我就喜欢这种干干的感觉。但是如果我现在泡一杯东西，然后这样温温的拿在手里，就是放在你的桌子脸前面啊，就稍微有种蒸汽的感觉，让你的皮肤没有那么的干。而且就是这样子，你就会不自觉一直去加热水，你就会一直去把你那一杯倒满，所以会不自觉的喝了很多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喝水方式，这可能是一个对于不喜欢喝水的人的一个解决方式。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拿去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拿去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